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09分兑1美元。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啊，这个新冠抗体呢，或者仅仅持续到2-3个月，它的自然免疫可能就没有什么长期的效果。最近的一份研究指出啊，你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呢，那个患者体内的抗体水平呢，2到3个月以后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前几期我们讲过，有的人第2次感染，按道理是你的身体已经有了抗体，你应该是全免疫啊。那目前的研究发现并不是如此。研究发现呢，多数感染者呢，它会产生新的抗体。这种新冠抗体呢，又叫做免疫球蛋白，是能够鉴别与中和病毒、细菌等外来物质的蛋白质。那么这种研究使用的叫做磁酶花光的化学物这个试剂盒呢，检测是2种抗体，一种叫做 IgG 和一种叫做 IgM。在人体感染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呢，通常是 IgM 首先出现，但是持续时间较短，之后呢，这个 IgG 呢随后出现，持续的时间呢就较长。那么根据爱丁堡大学免疫学教授叫 Elander Riley， 他认为这项研究结果呢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样品本身呢就是没有症状和轻症感染者的，他们的免疫反应呢弱于其他患者也是正常的。在之前有很多的研究表示绝大多数的新冠患者他们感染后体内产生中和抗体，这种抗体呢，它和这个病原体的表面它的抗原相结合，防止它侵入细胞。通常而言，那么人体产生中和抗体就意味着针对特定病原体的保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能使人体长时间免于2次感染。所以新冠抗体的研究呢，需要回答2个问题。第一，自然产生的新冠中和抗体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人体？抗体呢，能在人体存在多久？那么这一个发现呢，本身就意味着新冠抗体呢，并不能成为免疫的通行证。虽然呢，当下这种研究的样本暂时较小，但是它和此前存在的担忧是一致的，叫做人群自然产生的新冠免疫力呢，或许是十分短命的。那么由于疫苗的原理，就使这个接种者它产生中和抗体以抵御病毒。那么如果自然感染产生的抗体微弱，而且是短期的，那么疫苗或许需要比病毒更强，这就为疫苗开发带来难度了。不过呢，这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的样本量是比较小的，那么样本呢代表性或者有不足。此外呢，研究者提到血清抗体的检测呢，它不能保证检测方法的特异性和灵敏性达到100%。而且如果患者体内有对 SARS 病毒或者是 MERS 病毒或者是曾经流感病毒的抗体，那么它可能就扰乱干扰抗体的检测，就会出现假阳性。那么根据意大利最近的一个研究也显示这个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呢，他们是在北部2个城市米兰和都灵，他居然从废水的样品里发现出了新冠病毒的核糖核酸，这就吓人了现在我们一直在研究，到底新冠病毒到底存在我们生活中什么地方你不管是在吃饭在食物甚至连三文鱼的表面冷冻食品表面都会有。那么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2020年1月中旬他采取的这个废水样品呢，也发现了有新冠病毒的核糖核酸。那么日本，他在6月16号，他呢这个富山县立大学和金泽大学的联合小组，他也宣布，竟然从日本家庭的污水中也成功检测出新冠病毒了。这简直是新冠病毒是哪儿都有根本没有办法预防嘛。在此之前呢，研究人员他已经在荷兰、
在美国，在瑞典的污水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此前呢，已经有数据表明，新冠病毒能够通过人体的这个尿液、粪便之类的排出，那么对于下水道呢，可能就引发感染。这回你看看你家下水道和谁连着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首席的传染病学家安东尼·福奇呢，他曾经表示过啊，他在50多年的传染病研究生涯中啊，从来就没见过新冠病毒这么诡异、那么高智商的病毒啊。我们的常人理解的这个病毒传播方式啊，打个喷嚏就能传播。那么我们知道飞沫传播呀，依然是新冠病毒中最广的传播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原因。当然，根据美国 CDC 出版的叫做《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杂志，它发表了一个中国的研究。那么中国的研究啊，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研究人员也是很认真的进行研究，但是它的可信度呢，比起某些西方的来说呢，在心目中还是打一点点折扣。但是他们的发现是这样的啊，他们发现是有3个家庭，他们共有10个人被诊断为新冠患者，而这3个家庭是同一时间段在一个同样的餐厅就餐，所以他们认为爆发的原因呢，很可能就是飞沫传播。但是有一个最容易忽视的传播途径哦，叫做摸过同一个门把手，你也会传播。那么在2020年2月8号的时候啊，这个是浙江金华市新冠肺炎的疫情通报里，他发现了，叫做有一例呢是为先前确诊病例的成功的这个密切接触者。那么其中呢有几例呢是不同的新冠患者，他们之间没有接触，但是他们曾经摸触过同一个物品，所以他们怀疑很可能他们碰了同一个物体，或者是按了电梯里的同一个按钮。所以这叫做最诡异的传播，叫同坐电梯它也能传播。在2月2号的时候呢，也广东省又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真实感染的这个例子。上下楼的邻居，他们重乘电梯，有一个男士他也是诊断成为了冠状病毒，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明显的这个接触史，这就让我联想到这个三文鱼的接触是不是也有可能相似触摸到同样的物品呢？那么随后的流行学发现这个男子他和另外一个新冠状病毒感染者呢，他是楼上楼下的关系，所以他们推测很可能就是同乘一个电梯发生的感染。那么这种新冠病毒它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下，那么存在着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而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这个传播，这就是鞋底。你的鞋底所以你现在要想一下，你每次回家脱鞋，还有你家人把拖鞋把所有的鞋放在一个鞋柜上，他们之间也在发生传染。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研究显示这也是 CDC 的这美国的研究，他们发现新冠病毒是可以通过鞋底传染的，传播距离多远呢？至少13尺。13尺等于多少？4米。所以这个研究呢，虽然发现的是不太，理论上是还是要有些折扣嘛，但是他的发现人是谁呢？火神山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他们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检测了空气和地面的样本，他们发现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呢，他们其中约有1半人的鞋底都带病毒。所以你的鞋底出去溜达，这怎么洗呢？另外一个更诡异的发现，这个洗衣服的它也传播病毒。那么2020年5月7号呢，是吉林的这个舒兰新增本土的确诊病例是洗衣工。那么随着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专家这个吴尊友在中央电视台1+1采访的时候
他回答白岩松的问题就说过啊，他说有种说法是舒兰的病例是公安局的洗衣工，公安局4月8号到30号，那么涉及到接这个俄罗斯入境人员了。这个洗衣工呢，有可能在洗制接人公安的衣服过程中感染，就是他拿这个公安的制服回去洗，他是公安局的洗衣工。这吴尊友回答说是有可能，所以这我们就知道你的衣服感染了也得洗，你的鞋底儿也得洗，你的头发也得洗，光头也得洗，摁把手也得洗，所以基本上就一个原则了，你就得天天在那儿洗手，要戴口罩，还要少用手摸脸啊。所以你化妆的时候啊，要把手先给它消毒啊。那么与人沟通的时候，绝对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是保持多少距离还是看运气吧。今天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寸土寸金的这个纽约曼哈顿啊，它在西23街啊，它有一幢不起眼的8层楼房。我们知道曼哈顿的楼房都好几十层啊，它的拥有人是美国共产党，他还剩一堆老同志。他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呢，他们美国共产党他不是讨论纲领，不是讨论路线，不是讨论方略，也不是讨论怎么能发展几个新党员。现在他们共产党的总部的目的是研究怎么来收租金了，那还是把这楼卖了赚一大笔。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下的一个很难算计的资本主义难题。我们知道10月革命成功啊，很多人都以为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共产主义政党。对此呢，美国共产党全称叫什么呢？叫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叫做 CPUSA。 他完全呢有很大的资格冷笑一声，叫做图样图森破。美国共产党啊，他在对外宣传上说成立于1919年9月1号，但实际上呢，这是为了回避自己历史上不太光彩的一次分裂。美共，心想啊，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876年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这是巴黎公社起义以后呢第一个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党，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出身于1870年的列宁同志啊，当时还在穿开裆裤呢。那人家美共的同志们啊，就已经拿着镰刀锤子在美国组织大罢工了。而美共它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原产地的传统，绝大部分的党员都是德国移民。看看川普的老爹是不是啊？这个不清楚。那么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原装进口，不搞和本土实践相结合这一套。当然了，这个打着美国的招牌，却没有几个美国人的党，他折腾了几十年，他也没拉到美国人民的选票。倒是小兄弟布尔什维克率先夺权，扬名立万。成功以后呢，列宁不出所料，顺利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挥舞卢布输出革命，把当时苏俄的革命模式通过共产国际输入到全世界，自然顺理成章的也邀请美国劳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拿了卢布，当时叫做金卢布拿了卢布就意味着成为苏共旗下的小弟，那还得抛弃选举路线，你必须得是遵从暴力夺权的路线。那么这就让美国劳工党陷入了分裂了。他认为那么还是拿钱滋润最重要的那帮人呢，于是在1919年的9月分裂出去了。他们就成立了今天的美国共产党，而他们的母党劳工党直到2008年才消亡。所以在2008年前投票时，我们看到了美国劳工党，它就是美国共产党。当然苏联人的卢布也不好拿呀，你抛弃了选举路线以后呢，美共也像模像搞了几次暴力革命，策划了一系列的什么爆炸呀、暗杀官员未遂事件。
这下子偷鸡不成蚀把米，引起了联邦政府和 FBI 的关注。于是1919年的美国司法部根据煽动法令，认为95%的党员都是外国移民的美共是境外势力，逮捕了数千名美共党员，其中很多人最后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外国人。遭此打击，美共被迫转入地下，变地下党了于1921年改头换面，注册成立了美国工人党。1929年呢，又改为美国共产党，抛弃了暴力路线。从此岁月静好，总算把这块招牌保住了。大萧条时代，那时候1920几年大量的失业工人呢，又让美共焕发了生机。党员一下子曾经高达过3.8万人。那么身子胖了，骨子没变，80%以上的党员呢，都来自于德国、东欧的无业游民阶层。无业游民是成立党派的最好的温床他们打脏喊在抢，他们喜欢打砸抢他们选举太难了，他们认为美国人民的理论的这个觉悟不行。但是呢，他们中间的人呢，很多是人精不糊涂。美共也曾经在地方选举中夺过一些低级议员的席位，但是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呢，从来就没夺过国会议员或者是大城市行政头脑这样的重磅席位。酱油一打，好几十年去了，很丧很苦。所以美共经常有奇思妙想，想提高自己的出镜率和存在感，提振同志们的信心比如1928年的美共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扬言要根据苏联的民族政策，在美国本土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美国所有黑人都将被宣布为这个新共和国的公民，然后移民到指定的地点。当然，这故事可能连黑兄弟他都不信。最近的黑名贵的风潮中呢，美共又翻出了几个梗。你看我们当年还是有爱吧，我们当年要成立黑人共和国的。但是显然黑人兄弟他们更喜欢的是耐克鞋和 LV 包，而不是建立什么共和国冷战爆发了，面对着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美国是一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放任自由的态度，这就是川普之前的政府一样。美国开始加大对共产主义的审查，就是所谓的麦卡锡主义。完全靠苏联老大哥打款生活的美共自然日子难过，举步维艰而美国的情报机关一直不肯善罢甘休，他长期密切监视美共的各项活动，甚至安插了多名卧底便余则成打入美共的组织内部。外患之外呢，又有内忧。1956年的时候，赫鲁晓夫他关于斯大林的那个石破天惊的报告，还有之后的入侵匈牙利、学习布拉格等行动，让苏联一时之下成为众矢之的，全世界大批以苏联为师的左派理想破灭，纷纷退场。原本红红火火的欧洲共运从此一蹶不振。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美共党员们为了替组织分忧，退的退，跑的跑，成员迅速锐减到了1000位以下，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而位于曼哈顿联合广场的党的总部也几乎到了付不起房租的地步。好在是苏联老大哥的及时出手相救在1970年又打了一笔巨款过来，为美共他买下了今天的曼哈顿西23街的房产。这个当年不起眼的宋文暖，使得美共之后依靠当资本主义的包租公包租婆，安安稳稳幸存到今天。光靠几个老同志这党费怕是顶不住水电，但是组织是保住了，但是党员却再也没有回来。美共的党员人数逐年下降，外界的乐观估计现在大概是2000人。前面说过其实
美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政党并非只有美国共产党，比如在这次黑命贵 BLM 的风潮中大出风头，被川建国川普点名的恐怖组织安提法，其实就是新兴的共运组织。安提法来自于反法西斯的缩写，这个词最早就源于德国共产党的口号。在1929年，德国共产党大会上，为了和正在崛起的希特勒纳粹党争夺选票，德共提出了反法西斯的口号。大家可以从当年大会的图片中清晰地看出安提法的字样和标志，而这些字样和标志和今天在美国的安提法几乎完全是一脉相承。但安提法显然比美共更激进，在目前爆出的安提法成员的游行中，很多人拿着马恩列斯毛在画像，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当然美共就剩下几个老同志了，会非常老了，可能也没有这些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了。2016年，美共当了14年的主席，叫做山姆·韦伯，因为强调社会主义反思，被全世界的同志们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是修正主义。结果一腔热血的韦伯同志宣布辞职并且退出，转身加入了民主党，就是现在的拜登所在的党。美共的主席走了，同志们一脸懵逼的在原地，这戏就很难唱了。接下来同志们继续收租还是卖楼散伙，这种分歧就会成为了这个老政党。而这个老政党呢，已经成立了144年了，他们非常心酸了。那么现在美国共产党和安提法不是一回事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